硬盘有价，数据无价，欢迎各位来到 One Minute 拼音频道，这是一档深夜电台情感栏目，才怪。OK，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CFXpert Tab B 卡的数据传输怎么才能快又稳？数据传输也可以称为信号传输，这其中可以讲的事情非常多。为了更具体，今天主要说的是 CFXpert Tab B 卡与其他主机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CFXpert Tab B 卡独立存在的时候，只是一个存储设备，和 U 盘、光盘、磁带均属于非异时性存储器，或称为非异电性存储器，指断电后数据不会消失的存储介质。它是需要依附兼容的主机设备才能够进行读取、写入等数据传输工作，比如插入相机或游戏机，或是通过读卡器连接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这其实本质上都是数据传输的一个过程。关于速度问题，上一期有不少人提醒我数据传输说错了，也就是符合 PCIe 3.0/2速度的这段话。其实这有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 diff CFE Tab B 卡套搭配合适 SSD 是可以发挥 PCIe 3.0/2的速度，但是我的读卡器是10Gbps 的速度，而我的笔记本最高的速度，也就是 Type-C 接口是 USB 10Gbps 的速度。所以我的速度传输上限实际上只有10Gbps。事实上，如果设备允许，搭配20Gbps 的读卡器以及主机设备具备20Gbps 以上速度的接口，那么是可以跑到 PCIe 3.0/2的速度。目前该接口在苹果电脑上较为常见，也就是雷电接口。不过那价格嘛，其实这就是数据传输速度上限的水桶效应，或是叫做短板效应。只在整个传输链路中，数据传输速度的上限取决于接口速度上限最低的10倍。以我的 CFE Tab B 卡到电脑的这个传输过程为例， CFE Tab B 卡插入读卡器，通过 C2C 线接入电脑的 USB Type-C 接口，然后数据走 PCIe 总线通道，使用 NVMe 协议进行传输，数据最终端是抵达电脑中的硬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速度就只能跑到最拉垮的那个设备的上限速度。假如我使用的 C2C 线是最拉垮的数据线，是只能作为手机充电线使用的那一种，那么速度就有可能会降到上古时代，也就是 USB 2.0， 说是有60 MB 每秒的理论速度，但实际上也就30 MB 每秒。如果是使用无线 NAS 作为备份终端的话，速度理所应当的也会被无线速率所限制。如果是机械硬盘的话，那也是同一个道理。在 CFE Tab B 卡和相机之间的传输过程也是一样的。例如，视频的拍摄码率是800 Mbps， 直算是100 MB 每秒的数据写入，那么只要 CFE Tab B 卡的持续写入能力可以满足，那就可以使用，而不存在什么一定要很强的 CFE Tab B 卡或是最强 SSD 这种说法。我的观点是，没必要为了用不到的性能而去掏腰包购买，毕竟这年头的钱都不好挣。说完了数据传输速度方面，接下来是稳定层面。在数据传输的层面上，我更注重稳定性。从始至终，我的观点都是不以稳定传输为前提的数据读写行为都是在耍流氓。涉及 CFE Tab B 卡的稳定性有多方面因素，这里特指 DIY CFE Tab B 卡，凡是标注了 CFA 协会认证的认证大牌卡，不在该视频讨论范围之内。DIY CFE Tab B 卡的稳定性来源有日插拔功能、SSD 发热问题和供货问题，以及卡套的高速信号线路设计。而在于手机、平板电脑等主机设备进行数据传输的稳定性来源有读卡器以及那一根不起眼的数据线。而被最多粉丝问到的各类兼容性问题，会在视频的最后进行一个补充汇总。为了各位方便观看，我在简介中标注了各部分内容的时间戳范围，方便检索。好，那么让我们开始吧。第一，日插拔。日插拔又名日抽换，又可以叫做待定插拔功能，有安全日插拔和不安全日插拔两种情况。在这里举个例子啊，我的 CFE Tab B 卡里面有学习资料啊，我想进行一个复习啊，
当我用电脑查看卡里学习资料的时候，有人过来了，我下意识的就拔出了卡。那么这个行为会导致我的那部分学习资料损坏而无法识别，这是一个概率问题这就是不安全日插拔。安全日插拔那就很好理解了，我非常认真的把学习资料从头到尾复习了一遍，然后充满了一股由内而外的成就感，继而关闭了一切播放学习资料的软件你也别问我为什么学习资料又播放也关闭了文件夹，点击了唐书设备，然后我再拔出 CFE-TEL-B 卡，这样学习资料就不会损坏了还能下次接着复习。这里面有3个小问题：一、如何确定你的设备都拥有日插拔功能？注意是都拥有，而不是单指一个设备。2、如果点击弹出设备，但系统又提示该设备正在使用中而无法弹出，那该怎么办？3、如果设备没有日插拔功能而强行待定插拔或是不安全日插拔，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第一个小问题，日插拔功能目前在常用设备上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其使用特点就是你必须保证每一个传输链路上的设备或接口都具备该功能，不然就不成立。CFE-TEL-B 卡在 CFA 协会的技术文档中是标注了其是具备日插拔功能的，这一点需要记住是重点。日插拔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体现在其接口触点上，也就是机械物理层面的事迹，其电源和接地的触点与其他触点不同，会更长一些，这就可以保证电源或接地引脚是最先接触也是最后断开的引脚，这样就可以实现待定插拔的前置机械功能。不管是 CFE-TEL-B 卡还是我们常见的 SD 卡还是 TF 卡，都是具备日插拔功能的，包括但不限于相机、读卡器、USB 接口、数据线、手机等也是拥有的。当然不排除某些劣质产品，比如某 DIY CFE-TEL-B 卡套，你甚至不需要具备基础理论实践知识都可以辨别，只需要和 CFA 协会技术文档中标注的接口触点对比一下，就可以判断你手中的 DIY CFE-TEL-B 卡套是否具备日插拔功能。2、无法弹出设备，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常见于 Windows 电脑上。其实关键问题是在于 PC 中的某些软件会偷偷的扫描你的外部接入设备，所以即使你确定了自己没有进行任何数据传输或是查看卡内数据的行为，也会出现无法弹出的提示。虽然说可以排查原因，但是就算是我来排查也要花上不少时间，以及我的很多软件和插件都是不能随便碰的，一碰就很容易连锁崩溃然后得全部重装。这里推荐一个我比较常用的方法，只需要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你想弹出的设备，然后右键属性，确定该设备的设备策略是不是快速仓储策略。一般来说，现在的电脑都是默认该选项的。确认无误后，确保自己没有进行任何数据传输或是相关软件的一个使用，便可直接拔出设备。3、不安全日插拔有可能导致以下严重后果：数据损坏或丢失、SSD 主控的损坏、与之连接的周边设备的损坏当然你接相机那就是相机了。以上情况并不是100%会出现的，但是是有较大几率出现的。一旦产生任何相关后果，那就掏钱买新的吧。如果是 SSD 主控损坏，但你又想恢复里面数据的话，那就得加钱，再加钱，接着加钱。如果你的 DIY CFE-TEL-B 卡套不具备日插拔的触点设计，那么在相机上你必须关机后再拔卡。如果是通过读卡器和电脑连接，那很抱歉，你必须关电脑后再拔卡。你想想看你好不容易请了模特，租了灯场地500一天，掏腰包请了几个助理拍完了，因为自己的 DIY-TEL-B 卡没有日插拔功能，可你却以为它有日插拔功能，然后就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拔掉了。所以购买请谨慎，在某平台商家都可以不认账，更何况是海鲜市场呢？第2大问题， SSD 的发热和进货来源。
只要是接触过 DIY PC 的人都知道，散热是保证设备性能稳定的必要前提之一。无论是风冷、水冷还是红萝卜、白萝卜，都必须把 CPU 的热给它上出去，不然酷睿秒变奔腾梦回 Win98。其实 CFE Type B 卡也一样，无论是 DIY 卡还是大牌卡，发热量最大的部位都是在存储颗粒和主控上。详尽的技术部分等我单独做一期视频好好讲一讲当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目前只需要明白，无论是 CPU 还是 SSD 甚至显卡内存包括手机等，只要涉及到高速信号传输的设备，速度越快发热越大，除非是超导体材料。当然在手机这一种的话，就是它是在内部进行一个信号的传输。最简单的例子莫过于手机发热太大导致游戏卡顿，继而痛失五杀你说痛不痛？那可太痛了。其实发热说白了就是电流经过电阻，进而产生热量相信大家初中的时候肯定是学过了这个我就不必要再赘述了。而数据本身就是电信号，数据越高速，产生的电流就会越频繁。经过线路、元器件、存储主控，再到存储芯片，电信号不断的往返，也就导致了热量随之增加。如果不能及时散热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其不断的积压热量。而 N.2 230 SSD 本身的体积就很紧凑，其散热能力是比不上 N.2 280 SSD 那一种的，更何况 CFE Type B 卡是在相机的卡槽中工作，散热的要求会更高。如果 DIY CFE Type B 卡套的散热不行，不能将 SSD 高速读写产生的热量通过卡套外壳传递到相机卡槽的周边金属，继而传递到机身金属表面上出，那这类散热拉垮的卡套从卡槽中取出的时候，请务必小心以免把手烫出个包。其实发热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发热的同时，如果 DIY CFE Type B 卡套还有机械应力的存在，那就在欢声笑语中打出 GG 吧。装配过 DIY PC 的玩家想必也清楚，如果将经常高强度使用的主板从相机上拆下来的话，低端主板就可能直接就废了，因为长期发热导致了整个电路板的热胀，产生了应力导致了整个主板产生了形变。不拆的话你还能凑合着用一拆的话电路极有可能会因此断掉。那么还记得我上期视频说到的纤细外壳方案存在对 SSD 产生机械应力的问题吗？就是这么个意思。实际上很多设备的性能和工作温度是成反比的，最直接的例子莫过于笔记本的散热不足而导致降频。当你散热拉上去之后的话，它的性能又会回去了。CFE Type B 卡是同样的道理。至于 DIY CFE Expert Type B 卡套方案的散热问题， CNC 卡套的应力会使得 SSD 无法紧贴外壳。当然有人会和我杠说它里面是有填充的硅脂的是，但是硅脂是拿来找平缝隙的，如果是拿来填充空间的话，那么散热效果实际上就大打折扣了。如果 SSD 是长期处于高温工作环境，因为过热而降速，那是正常现象，关键是还会导致掉盘、烧坏主控、掉颗粒任何一种故障都可以让你的数据就此长眠，需要非常谨慎的进行一个注意。关于 SSD 的供货来源也是一个常见的坑，在 N.2 230 SSD 的层面上，由于都是 OEM 供应，如果你不能确定 SSD 是从哪来的，或者说你感觉它卖的很便宜，那你就注意了。挖矿的风潮也就过去了不到1年，笔记本挖矿的那档事大家都知道吧？当显卡这种人尽皆知的矿卡，那想必大家也更清楚了，以及拆矿卡的颗粒焊到新板子、方芯、清零这类 SSD 的性质我也不细说了。总之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如果你要自行购买 SSD， 请注意自行甄别。至于
邦绑方案也很好理解，先不说里面颗粒的来源，邦绑再怎么样也做不到原厂大牌 SSD 的制造工艺，以及也不可能拿到 SSD 的全部设计资料。就算你焊接过去了可以使用，但是固件调就不可能媲美大厂那积累的技术，当然更不可能有大厂一样的严格专业质检团队。那它即使卖得便宜又如何？我丢过数据所以我很清楚那种思维。3. 关于高速信号部分的设计，高速信号设计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合理的、符合规范的高速数据传输 PCB 电路线路设计，而 CFE-type-B 卡实际上可以算是超高速信号了。高速信号传输的特点就是快很快，非常快。但是如果电路设计的不行的话，那就会产生各种问题，导致信号的不稳定，进而影响数据的传输，甚至可能会造成数据的损伤。这其实非常好理解，电路的线路好比是一条高速公路，数据也就是电信号在道路上以超高速的速度来回传输。如果这条高速路修得不好，那整个数据传输的过程就……关于上期视频说到了高速差分线路设计和圆弧走线，这里展开说一下。高速差分线路是指信号电路由一对或多对的线路进行传输，一对线路中有着2根振幅相同、相位相仿，并在线路板上必须是等长等宽且紧密靠近，而且是同一层的一对布线。其显著特点是抗干扰能力特别强尤其是抗电磁波，但是其缺点是布线难度大，信号越高速布线难度就越大，但这其实也不是缺点。其实 USB 3.0 数据线也是高速差分线路，通过光采 USB Type-A 接头的触点就可以看到，两侧是电源和接地触点，中间的一对触点就是高速差分线路。而圆弧走线是指线路在 PCB 中的转弯不能有尖角，并且得确保信号在线路中传输时的阻抗一致，避免产生信号反射或产生电磁波的可能，也就是 ENI 电磁干扰。速度越快的信号传输线路中，圆弧走线会需要更加良好的弧线设计。其实你肉眼观察电路板的线路就可以看出来了。检测高速信号 PCB 电路设计的优劣，可以通过眼图，也就是高速差分信号眼图是可以直观的分析 PCB 高速信号设计的好与坏。其中的原理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看情况做一个视频说一说。现在这里只需要明白，眼图的眼睛睁得越大越好就代表设计的越好，反之就越差。接下来是 CFE-type-B 卡通过读卡器去连接各类设备的链路稳定性问题。首先明确整条链路的各个设备， CFE-type-B 卡到读卡器到数据线到常见主机设备。那么除去 CFE-type-B 卡和主机设备之外，最重要的其实也就是读卡器和数据线。当然如果接入拓展坞之类的话，那就要算进去。目前市面上的读卡器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品牌大厂读卡器，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又稳又贵，所以不在此话题讨论范围之内。另外一种是 CNC 外壳加通用方案的读卡器，还有一些是裸板的读卡器，或是插主板 PCIe 插槽的转接板。当然这一种的话，据我所知是不支持日插板的。这些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又都有问题。先不谈电路设计，也不谈什么兼容性问题，先说散热。一开始 Warming-Diff 还没有做读卡器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CNC 外壳看起来是可以散热，但实际上只要持续的高速传输数据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速度曲线会开始滑铁卢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数据传输的时间更久，还可能会过热，而导致 CFE-type-B 卡罢工，也就是掉盘，从而不识别。当然过热的严重后果刚刚也已经说过了，此处就不再赘述。这其中的话，如果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掉盘，那么这部分的数据会因此损坏。
这一切都是因为这类读卡器的上日不能说没有，只能说看起来像是有。那么怎么解决上日问题就成为了关键。其实非常简单啊，上日不够，风扇来凑。于是 OneWingDiff 推出了带风扇上日的 CFE Type B Card Rail。在长时间的数据传输中，可以看到使用该读卡器的数据传输速度曲线，那就一个顺。当然，温度是肯定低的啊，甚至摸起来还有点冻手，尤其是在这寒潮天气中。考虑到目前大部分主机设备的接口是10Gbps， 常见于 USB Type-C 接口，当然还有部分设备的 USB Type-A 接口是10Gbps。当然，大部分的 USB Type-A 接口还是只有5Gbps， 所以读卡器是使用了10Gbps 的总线速度。除了风扇，读卡器内部板子上的大部分面积均为铺筒处理，风扇只是直接贴着卡槽，通过带动空气交换实现散热效果。OneWingDiff CFE Type B 读卡器目前售出后的话，被群内大佬开发出了各种玩法。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使用 CFE Type B 卡制作 Windows Go 系统盘，然后接入读卡器实现微软系统盘的平替。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私密系统进行使用啊。当然这种的话肯定是有关机才能拔出的。第二是上班带薪卡内后期，工作生活两不误啊，一份工作2分钱，打工人直呼内行。第三种的话是团队的整套工程文件在卡内实现无缝连接的团队协作流，提前干完下班啊，拒绝内卷，享受美好人生。当然以防万一，还是把素材备份一份到电脑中会比较稳妥。当然这也是大佬的习惯之一了哈，我也不需要提醒。顺便一提， OneWingDiff 天格频道的视频包括这一期都是在卡内直接处理完成。因为我的笔记本剩余存储空间只有不到100GB， 我的其他硬盘也基本宣布摆烂，删是不可能删的，整理也是不可能整理的，只能用卡里的容量去进行后期这样子了。当我留了一份素材到我古老的机械硬盘里啊，虽然速度是慢了点，那好歹我也备份了一份是吧？整个读卡器的手感持握不错啊，必要时刻也可以拿来防身，招式名字我都想好了，就丢。读卡器的风扇只是采用了低转速风扇，满足了散热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确保风扇噪音基本没什么感知。当然，如果是凑得特别近去听，那肯定是会有声音的。读卡器的卡槽是具备自弹功能的，和相机有那么一丢丢的像。如果心里比较郁闷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解压神器进行使用。当然，这种的话就不要通电使用了。接下来是数据线部分，数据线一般常见是手机数据线，其实大部分手机数据线快充可以，但是数据传输不行，不少还停留在 USB 2.0 的速度，因为手机本身并不是很依赖外部读写，更多是内部运算。就算外部传输，蓝牙、WiFi、隔空投送等方式其实也非常方便，数据线反而在数据传输这个环节积累了起来。还有数据线的一个长度问题，如果长度越长而线芯直径不变，那么必定会造成信号损耗，从而降低速度。但是太短了话，又会让人自卑了那么一点，所以要选择适中的长度以及适中的粗度的数据线。数据线接口常见的有 USB Type-A、USB Type-C， 还有苹果手机的闪电接口。如果是接口的话，有一些机箱它的 USB 接口发锈了生锈的话，那这种就尽可能的建议不要使用。在读卡器发售后，不少顾客进行实测，通过闪电转 Type-C 的 OTG 转接器，可以实现在苹果手机上进行传输照片，或是直接观看卡内的一个视频。当然，苹果平板、安卓设备之类的则不需要该方式便可直接直连，并在设备内读取拷贝卡内资料，但是速度就取决于设备接口的协助上限。
以上是关于 CFexpert Type B 卡和 CFexpert Type B 卡的 Rail 以及整一个数据传输过程的介绍。最后是设备兼容性问题，这里进行一个补充。关于 OneMainDiff CFE Type B 卡套的兼容性，只要是符合 S1、S2、S3 高度规格的 N02-230 SSD 就可以进行一个安装。具体高度规格可以在 SSD 的官网上查看参数。一般 512GB 的是 S2 高度规格，1T 的是 S3 高度规格。如果不清楚具体情况的话，可以在淘宝中咨询客服，由客服为您查询。而相机的兼容 SSD 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本质上印制 CFA 协会标志的品牌 CFE Type B 卡和 DIY CFE Type B 卡的区别是，大牌是定制化颗粒定制化固件以及定制化板子，所以并不是 SSD 不兼容，本质上都是数据传输，都是存储颗粒，只是使用的固件以及定制的一个版本不同。在此感谢每一位顾客、粉丝、群内大佬的大力支持，有你们对 SSD 和卡套的多维度测试，使得机型适配数据更加的完善以及精准，非常感谢。关于读卡器的兼容问题，只要是 CFE Type B 卡均可以使用，数据线只是根据您的设备的接口进行一个选配即可。而对于设备的适配，由于读卡器的电路部分设计均为 OneMainDiff 自行研发，所以在固件的重构和编写部分，我们做到了可以兼容，包括但不限于 Windows 电脑、NAC 电脑、苹果手机平板、安卓手机平板等常见主流设备。其中苹果手机只是需要一个额外的 OTG 转接器才可以使用。本期视频到此进入尾声，如有任何技术问题，欢迎在群里提出，群内大佬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解答您的各类问题。群号可以在简介中进行一个获取。最后，感谢各位的观看，这里是 OneMainDiff 偏哥频道，我是偏哥，让我们下期再见。